的，醒醒，还做不做生意了？快帮我看看今年的 KPI 完得成完不成？你呀，印堂发黑，眉尖嘴裂，脸上涂再多的粉都挡不住你这一脸衰样。笑话，姐姐可是如假包换的白富美。白富美还关心 KPI 干嘛？我看白是真白，可惜是一穷二白的白吧。乌鸦嘴扫把星，哼，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。切，装什么装？小爷我当年也是土豪，不就几个钱吗？小杨，快来给姐姐看看我最近桃花怎么样啊？不算，说真话了又不爱听，说假话了又不相信。哎呀，我听，我信，你说啥我都信。快来给姐姐看看手相啊！哇，豪车配美男，快帮我看看，我跟他有没有可能啊？你最近更年期失心疯吧？画风都不太一样啊。你小子皮痒了是不是？找我打，我让你胡说八道，让你胡说八道。逼着我要算的，给钱。你还要钱？那个家伙应该就在这附近了。我叫杨静华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家道中落。据说祖上是非常厉害的除妖师，声名显赫，更有皇帝所赐的金匾代代相传，光宗耀祖。但到我这一辈，只能沦为帮人算卦。唉，好不甘心呐！哟，杨大师，你回来了呀？今天休息，别找我算了。不是要算卦，是我这笔记本坏了，你能帮我看看吗？为了补贴家用，只能搞电脑维修当副业，但有时候穷得连配件都买不起，只能去附近的垃圾处理厂碰碰运气。这个不对，这个用不了，这都什么玩意儿？那么晚了，谁在那里？为什么堂堂阳明司竟然会出现在这里？只能说明你运气不好，安心上路吧。哇！是谁？不好意思，太激动了，没忍住就喊了出来。这是在拍电影吗？哇，特效好逼真啊！你既然能看到他，有点能力，报上名来。我叫杨静华，你是那个宋仲基是吧？韩国演员不容易啊，讲中文讲这么溜。华多格斯！刚才的是什么妖术？那是恶灵之术，一般人被击中，理当魂飞魄散。所以你赶紧离开这里。杨静华是吧？这个名字我记下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叫端木溪，是阳明司，为了净化这个世间冤魂浊气而存在的除灵师。可恶，给他跑了。哦，原来是个茅山道士。随你怎么想，没事的话就快点离开这里，别妨碍我工作。切，装什么大牛叉？不就是个跳大神的？我祖上可是皇族御用的除妖大师，也算是出身名门，老子也是帅过的好吗？要不是爹妈死得早，走了连招呼都不打一声。想想就这么奔三了，没老婆没车没房子，我年轻那会儿在干嘛呢？唉，在这拼爹拼钱拼人品的三拼时代，如果换个身份，我肯定不能混到现在这样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投胎的机会，我一定要过不一样的人生。这么漂亮一定是男孩子，皮肤那么光亮白皙，脸庞俊俏可人，我真的重生了耶！你以为是穿越剧呢？好好听着，杨静华，
你已经死了，现在的你是灵体状态。啊，你不是那个假扮韩国演员的毛山豆是吗？嘿嘿嘿嘿嘿，少跟我开玩笑了！上一秒我还记得自己大步走在马路上，下一秒你就被土方车碾过，直接压平成2维化的了。虽然没留全尸，但大部分还是保留下来了。你要不要验验货？是哪里来的小婊子？开车不长眼，害死老子的！我要他们血债血偿！今天凌晨，又有一起土方车伤人事故发生，这已经是今年本市发生的第47起类似事故。多拉快跑赚了钱是老板的，出了事有保险公司赔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。放屁！就因为你这种偷鸡摸狗的人，扎毁了老子一生，有没有人性啊？还我命来！我诅咒你，我诅咒你全家！信不信我把你吊死在你家？人死后会面临不同的阶段，第一阶段是刚死后的懵懂期，第二阶段是对自己死亡事实的反抗期。我竟然上电视了！我长这么大竟然还是第一次上电视。第三阶段的死后亢奋期，它来的有些早。没想到我还挺上镜的，电视里看自己的感觉真是棒棒的。这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我最后一次上电视了吧？啊，对了，赔我的钱呢？撞死人都得赔个几十万吧？你无亲无故，你的死亡赔偿金将来大概会作为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使用。什么？交通道路救助基金是什么鬼？死的是我，怎么去救助别人？那是我的钱啊！见了鬼了！老子懂事以后就没见过那么多钱，连摸一下的机会都没有。再想一想，一辈子也没做过什么好事，死了倒赚了这么一大笔钱，现在还是挺有意义的。嘿嘿，生前没做活雷锋，现在倒是当了一把死雷锋。最可怕的第4阶段，无限纠结错乱期。怎么样，闹够了吗？我还是有很多事不明白。人死了不是应该变得阴森恐怖吗？为什么我反而像加了美颜效果一样光彩照人呢？有时候人死后的灵魂会呈现出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面，或许是他最在意的时刻。总之，这一定是你内心深处最重要的一段时间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是我初中时候的样子，那个最美好的年纪，最开心的一段日子。清华，静华，爸妈，已经成了灵体，还是有呢？你管我？话说，你为什么阴魂不散地跟着我？因为我要你成为我的影灵。影灵？一般人死后便与这个世间没有关系了，但是有些人例外，他们会在镜中或者水中留下影像，就是说，即便失去肉体，也可与阳间保持联系。这种人一般天生有着很强的灵念力，比如说你活着的时候就能看见那些东西。你的意思是我现在就处于阴阳两界之间？对，但即便如此，你死后在世上也只能停留7天。如果不想就此消失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做我的影灵，跟我签订契约，协助我工作。不要。说白了就是给你打工，老子活着的时候就给人家当孙子，死了还得听人使唤。想都别想！既然都这样了，我谁都不怕。救命啊！这么高摔下去死定了！别叫了，你已经死了。我会飞了，这算不算因祸得福？看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虽然跟杨静华相处不过一会儿，端木溪便有种世界观被刷新的感觉。他开始觉得自己跟某个人打的这个赌，是不是有点玩大了？你把头埋墙里已经10几分钟了，死后忧郁
也得有个限度吧？谁犹豫了？我在等一个机会，什么机会？重生的机会。我想到了死而复生的办法。连我都很难保证你有现世转生的机会，你又是怎么做到的？那还不简单，有句成语叫做物归原主。我是从哪里生出来的，我就要从哪里回去。再过一会儿啊，这个孕妇就该生了，这是我投胎的好机会。喂，放手啊你！老子赶着去投胎的，你别耽误事儿。你给我认认真真听好了，你现在的状态是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的，要么7日后消失，如果期限已到，还不愿离世的冤魂就会变成恶灵，到时候就别怪我。我听不见，听不见，听不见！你说什么？大声点！哼，我那么纯良，怎么可能会变成恶灵？想威逼利诱我给你打工，门儿都没有！鬼啊！真心想自己是鬼还会被鬼吓。杨明思，之前的账我们还没算呢。哎呀，原来是个小萝莉呀，吓了叔叔一跳。哥哥给你买棒棒糖吃好不好？哎，不喜欢？那香蕉呢？要不要吃个榴莲？来，张嘴啊！我的太啊，好大的口气啊，直接把我干飞了。咦，仔细看那个小萝莉，不就是之前放跑的那个吗？好像比之前厉害了许多。那个韩国道士搞得定吗？杨明思，给我你的灵力。哼，以为躲在医院吸将死之人的浊气就能打赢我？不是怎么知道的？听说反应不灵。下水前不先照顾一下你的小伙伴吗？这都什么玩意儿？死开！给我死开！他们是想强行把他恶灵化。可恶，没法专心使用全力。喂，杨明思，没看到我被缠上了吗？你倒是快发力呀！没想到堂堂杨明思居然会被一个魂灵所牵绊，好稀罕呢！放开我！你们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还是下不了手吗？以你原本的实力，我们都不是你的对手。但如果你还想得到他的话，最好乖乖的把你的灵力交出来。过了今晚，他就将被恶灵化，到时候你只有亲手除掉他了。想好了就来后山找我们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大哥大姐过年好，晚饭吃了吗？没吃的话，我请你们吃宵夜呀。都别想，他可是我们的座上宾，要想猎取杨明思的灵力，还需要他来做诱饵呢。你们说的那个杨明思，到底什么来头？他不就是个韩国版的茅山道士吗？茅山道士。听我，主要降魔的门派有很多，而能被称为杨明思的，只有立足于所有门派顶点的端木世家。而刚才那个人，就是端木家的掌门，他体内所蕴藏的灵力无穷无尽，谁能得到他的力量，就可以举世无敌，甚至还有现实转生的可能。我操，那不是唐僧肉吗？老子也想尝一口啊！谢谢这位姑娘，既然大家都是魂灵，兄弟我定当为大家共谋福利。趁着他对我还没有戒心，让我把他引过来，你们做好伏击的准备，吃唐僧肉喽，老子可以复活喽！哈哈哈！走起！这小子就这样去了，等着瞧吧。
还好老子演技逼真，毫无破绽。你这小子，他们怎么会让你跑出来的？嘿嘿，因为人家是聪慧机智的小烟火。他们不可能放过你的，而且你身上的恶灵化妖术也不会就此停下。现在，只有他能救你。戒指，这是锁灵戒，带着它就能和我签订契约，成为我的影灵。哼，绕了一圈，还是要让我帮你打勾，没门！好啊，那我就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你变成恶灵，然后日的你烟消云散。蠢货，端木家的掌门也不过如此，人还是容易被同情心所利用的。早就知道阳明寺能将灵力传导给影灵，并且一旦建立契约就无法终止，不然两者都会消亡。只要这锁灵戒带上，阳明寺掌门的力量就是我的了。竟然被你识破了！你这演的也实在太业余了。那个家伙的性格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同意和我签订契约，并且也不问清楚带上之后的所有条件？看样子费了半天劲儿，还是得用硬抢的了。就凭你们几个，是不是有点太自信了？为了能得到你的灵力，整片山林的恶灵可是都蠢蠢欲动啊！更何况我们还有个人质在手。你们把老子变成恶灵好了，被你们当个道具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还等什么？一起上！他果然好强，他就一个人，2个阳明寺的能耐在的，今天也别想走出这片山林。戒指，你这是要逼婚啊？带上的，成为我的影灵。我怎么能确定你没给我下套啊？连合同都没看到，万一是个终身约，那我不是亏大了？你说的没错，影灵的契约一旦成立，就会终身相随。但这是你能保持灵体不灭的唯一办法。什么时候聚集了那么强的恶灵之气？他们都是来为你送行的。端木，竟然被打入不经风的混沌，还兴起自己的安危来。既然这么不了不起，那就算了，我就把你，连同这片山里的恶灵全部清光。不是来真的吧？慢着，让我试试。那名头还在硬。这就是阳明寺灵力真正的力量吗？不要过来，这都不是我的错，都是这些人该死！现在祈求已经完了，你既然选择了渡我，就无法回头。我没错，我没错，都是这社会的错，这世界的错，我不想死了！哇哦，我感觉现在精神百倍，这就是传说中有动的灵力吗？嘿嘿嘿。你未完成的遗愿，由我代盘全收了。这世间的一切，我会给你一次机会吧。安心去吧。这就是阳明寺的净化工作吗？看着跟杀人现场似的。他早就死了，强留于世，扰乱阴阳平衡，自然留不得。但他还小啊，难道就不能给他悔过自新的可能了吗？你过来，我让你看清真相。
这是什么？他生前杀过这么多人？他生前是个杀人惯犯，你之前看到的是他最终保持的纯洁样貌。我不想去探究他变成这样的原因，即使值得同情，也并不代表可以被原谅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刚才都是未来工作中要牢记的重点。我仔细想了想，刚才你是不是用激将法逼我同意了契约？喂，哦，知道了。喂，你回答我啊！别打电话装傻。好了，你和我的第一份工作来了。啊？是啥？接机。啊？接机？叫我陪你打游戏吗？不好意思，请你把帽子和眼镜摘下来。Oh, sorry。这样可以了吗？是韩国明星哎！你怎么知道是欧巴？刘海都挡住眼睛了，一看就是。切，拽个西吧，不就是个有几分颜值的小少爷吗？但说来也奇怪，那么晚还当滴滴专车司机到机场拉活，看样子家里也土豪不到哪里去吗？喂，韩国道士。我只知道你装逼如风，没想到你脚下还生风。你那么着急，到底是接人还是接生啊？一个我也应付不来的麻烦鬼。杨明思都会觉得棘手，那得有多狰狞啊！嗨，好久不见啊，德木。我了个崽崽，这明明是个超级大美人，好不好？正顶你个大鬼头嘞！抱歉，飞机晚点了，那么晚麻烦你来接机。真不好意思，你搞错了，我已经帮你订了下一班返航的机票，所以我是来送机的。如果这是个笑话，那也太冷了吧！这迷之尴尬的气氛，我要报警了。走吧，我车停外面了。就知道端木你是开玩笑的。喂，刚才明明你都吓哭了好吗？端木，你等等我。这美女她到底是谁啊？我的未婚妻。哎，这个笑话也好冷啊。这个韩国道士讲话一脸面瘫，还真猜不透到底是真是假。但看他大半夜开那么远的路来判断，这个女的还是非常重要的。啊，你好，初次见面，我是秦诗瑶。啊，原来你能看见我。在机场一见面就发现你跟着了。话说，难不成端木收了你做影灵？嗨，这不叫收，是他死皮赖脸、哭爹喊娘要我帮他，我才答应的。我叫杨静华。幸会，你是端木的影灵，我是端木的未婚妻，那么我们俩以后就是好姐妹了，请多多关照。我去，还真是未婚妻啊！这样活泼可人的气质，曼妙的身姿，活脱脱就是我心目中的完美女神啊！可是这么好的女人，为毛偏偏就看上了这块臭石头，暴殄天物啊！小心！系好安全带。喂，你是故意的吧？我都做鬼了，还绑个毛线的安全带啊！你就是不懂交规，所以死于车。你们俩感情真好。我才不要，感情好的应该是你们吧？端木，今晚我还是住那家酒店。嗯，酒店？都是未婚妻了，难道不住一起吗？哎，怎么感觉气氛有点奇怪？到了。谢谢了，端木。你不送我上去吗？喂，大木头，你老婆叫你送送她呢。啊，听到没有啊？喂！
对不起，是我要求过分了。端木希，你搞什么呢？是不是外头有人了？怎么对你正房那么不待见？静华，今天很高兴认识你，晚安喽。拜拜。韩国道士，你说你去送一送会死啊？喂，接到了。知道了，我会通知的。我有事先挂了。你上去跟他说明天来端木家宴，就说为他接风洗尘。哎，为什么要我去？你自己有手有脚，干嘛使的？叫你去就去。这还没怎么能就叫老子跑腿？我是答应给你工作，可没说过要打杂。哎，这家伙大半夜往小树林跑干嘛？哦，可能长途开太久，憋不住了吧？几零几来着？哼，人比人气死人，人比鬼多条腿。世间怎么就有那么多不公平？老子生前连个女朋友都没，这家伙摆着女神，竟然还不搭理人家。哦，对了，我都已经做古了，还个毛的门铃。但如果堂而皇之闯进去，万一看到些不该看的东西怎么办？哎，做鬼也是要讲究自觉性的嘛。女神，我是杨静华，我进来喽。女神，哎，人不在。啊，人在这儿呢。女神，端木希说明天要请你吃饭哦。什么鬼？女神经啊！杨静华已经惹怒了我。怎么会这样？三观受损严重，系统需要重启啊！杀了你！喂，你到底是谁？刚才那个温柔端庄的秦之瑶呢？既然被你看到我这般面目，我就要毁尸灭迹！要死！刚刚错过团战，竟然3路全包了！尼玛，这场是晋级赛呀！傻叉辅助不买眼，挂机死人家。哎，好像都是在说你哎。我靠！老子明明是个上单，你们强奸去当了辅助，连个副位都没买齐，姐姐们来个屁呀！都去吃屎吧！可恶！晋级赛2场胜2场负，这场至关重要啊！咦，你也是上单 ？Me too 啊！啊，你什么段位啊？我电一最强王者。啊？你在吹牛逼鬼扯吧？对，就这样，塔下开业，旋转起来。哈哈！打了3年，终于晋级成白银了。谢谢你，静华，我会一步一步的走，但绝不会停步。最强王者，由我实现。哎呦，我很快乐。还真是死性不改。不好，竟然是调虎离山。请用茶。谢谢。我说你怎么在端木面前和现在差距那么大？废话，你觉得端木如果看到我现在这样，会喜欢我吗？但你不是他未婚妻吗？未来总得在一起生活，不是吗？哼，一纸契约有什么意义？更何况他根本没钱。你也看到他对我的态度了，反正我对他的态度是自我满足，我乐意。我靠，原来你一直是单恋啊，太虐心了吧！不要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啊！哼，要比惨，端木更惨吧？人生、婚姻，什么都是世家长辈定好的，根本没得选。我倒是挺庆幸自己能有这样的世家背景，不然如何能轮到我上位？那么倒贴，他到底哪里吸引你了？当然是颜值赞了。我看脸也太庸俗了吧！怎么不服？
杨建华，你听好了，颜值已经是人类的第一生产力。最早提出这个理论的是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，他设计了一款内嵌式手机软件 FaceTime， 顾名思义就是看脸时代。随后，男人出卖色相成为社会新风潮，这也打破了100年的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观念。所以我粉我家端木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，高举男神大旗，促进生命繁衍。我们的口号是为男神脱裤子，为这丫就是个脑残粉吧？我开始有点同情端木希了。所以说，颜值是未来拉动 GDP 的重要因素，是促进消费、振兴经济繁荣的重要手段。为颜值买单，就是为自己所爱而付出，因为帅，所以爱。姐姐，你这么低姿态，真的好吗？自尊那种东西，在你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就给狗吃了，懂了吗，少年？对了，差点忘了，你估计还是个小处男吧？不会还没谈过恋爱吧？抱歉，那刚刚的话你是理解不能了？哟，说你2句怎么还尿裤子了？我没有。这是，不好，是恶灵，快跑！杨静华，开门！是端木，得救了！别开门，我还没补妆呢！你疯了吧你！杨静华，我听到你在里面了，快给我开门！放手啊！为了打扮，连命都不要了吗？让端木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。房间里没有人。你是谁？干嘛一直跟着我？啊，那个没有了，可能只是碰巧而已。啊，对了，我叫……少爷，您怎么也不披件衣服呀？要是着凉了、生病了，我们做下人的可担待不起啊。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他给我留下的，永远只有遥不可及的背影。从一开始，我们的命运就注定如此。他是受人拥护的主角，而我永远都只是一个毫无存在感的观众。来，他就是被选中的光。他坐下上来呀！西少爷，我叫秦诗瑶，西少爷以后就是您的未婚妻了。能做他的未婚妻，可真是福气呀！据说他拥有可以为阳明司续命的燃阳体质，所以才被端木家接纳。哦。为什么你留下的始终只有背影？端木希，端木希，喂，端木希，喂，秦诗瑶，你还傻愣着干嘛呢？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啊！这是死灵结界，我们被困在死灵营造的空间里了。什么？那端木希呢？他刚不是就在门外吗？快来救人啊！端木希，端木希！应该就在附近。端木希，你这白毛猪！我下了氪金狗眼，被你丫霍霍成这样！什么破阳明司，什么签订契约，我的苗都被这压了脑袋了！喂，你不是也会些降妖伏魔的法术，就不能破了这结界吗？破！你当我毛利小五郎摊，说破就破的？我平时也就拿黄纸练练书法，黄纸懂法啦，你要法啦，一撒一大把有用法啦！原来就是个江湖骗子。端木希到底看上你哪一点？我才被他骗了！做什么影灵，连个像样的兵器也不给，就给个破戒指！笨蛋，快闪开！被这些死灵缠上的话就糟了！杀死他！杀
的。你看他们的感情多好，那么多年，你有跟端木这样说过一句话吗？不要再说了，我是端木的未婚妻。但是在端木心里，杨静华更重要。杨静华，难道还看不出来？不是这样的，我那么多年一直在努力，学习如何成为配得上端木的女主人，才情和仪态，每一步都是为了他。他不可能忽视我的。你的这些努力，他有看过一眼吗？端木从来不受引领，为什么选择了杨静华？因为他比你更重要。走开啊！恶灵退散，神鬼击杀令。哎，好像这些恶灵都怕这个破戒指嘛，倒还是有点用处。喂，我说秦世瑶，你知道这戒指的使用方法吗？没准我们能靠它出去。他是我的，你为什么要从我身边夺走他？喂，你是不是被恶灵附？住手啊！还给我，还给我，把它还给我！对不起，杨静华，只要你为他的影灵一天，我就会继续成为他的影子，活在他身后的世界里。为什么明明我已经死了，还会有这种痛苦的窒息感，仿佛在水里无法呼吸，身体在往下沉，我是不是就要彻底消失了？这是哪里？是梦吗？秦诗瑶。这种黄毛丫头，怎么可能配得上杨明思啊？要不是秦家的关系，哪还轮得上这丫头？哼，我都替杨明思丢脸。原来你一直如此痛苦。还是慢了一步，他已经被死灵彻底控制了。端木熙，你这个禽兽！你对秦世瑶的伤害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去救秦世瑶！你给我冷静下来！因为有锁灵剑和我的灵力护体，恶灵没有办法直接伤害到你，所以他们必须通过他人之手。刚才你差点就被带入恶灵的深渊。现在的秦世瑶已经被恶灵控制，并且他心中的恶念散发了出来。杨静华，我要你死！杀死影灵，吞噬力量。真是从遇到你开始就没好事。我说你不是堂堂杨明思吗？就没招可以试试吗？如果能做的话，我还要影灵干什么？杨明思是禁止对活人使用力量的。我靠！我今天第一天上班，路子都还没摸清呢。你有擅长的兵器吗？啊？我从小打网游就爱练剑。这兵器倒是的确适合你。剑圣、剑姬、剑豪、剑齿虎，无剑不还。快，把手给我。干嘛？要抱抱吗？只要右手。秦世瑶的样子怎么越发奇怪了？他已经开始被恶灵全部吞噬，最后的2只也快消失了，开始暴走了。赶紧，心里想着剑的模样啊！现在这情况，我根本就受不了啊！凭你的本能，锁灵界会根据它铸造出最适合你的武器。啊，这戒指。这是啊！真的凭空变出了一把长剑。你果然是那个人。呵呵，手握大宝剑，送你上西天。别大意，现在房间里混杂着他和恶灵的2种气息，一旦斩错，反而会加速他的堕落。哈哈，对小学就在街机房打飞机弹幕游戏的老玩家来说，
这种难度系数最多就是个奖励版。上面、下面，我去，对，左边一点，左边一点，怎么砍？右边，还会动？不对这烂，后面那泥巴根才是。我说，老玩家你能认真点吗？你在旁边指手画脚个毛线啊！又看又 up，no baby。好快，竟然全部都完美锁定了。为什么我在发抖？在这家伙压倒性的力量面前，身为影灵的我，也感受到了恐惧和对欲望渴求的战力。可恶！不要小看我！你没事吧，秦世瑶？你为何会这么轻易被恶灵吞没？心存太多恶念的话，可是没有资格做端木家的人。因为我刚才偷看他洗澡来着，我都得到了穿墙这么炫酷的技能，怎能不看一把女神洗澡呢？所以恶灵利用的应该是他的愤怒吧。我也是第一次体验了把被女生穷追猛打的快感，这波不亏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人渣，你的羞耻心呢？哎呀，现在你才发现啊？那解雇我喽，别找我当影灵嘛。不跟你扯淡了，走吧。秦世瑶，我明白你那份即使放弃尊严，也想努力守护爱恋的感受。那时我受到窒息般的痛苦，其实是源于你内心的感受吧。杨静华，再不走，是想留下来和你女神过夜吗？哦，来了。秦世瑶，你也跟着来吧，外面终究太危险。啊，你是要我去你家吗？明知故问，快去准备准备，我们在楼下。那我就勉力进来，登门打扰了哟。我去，这换装速度赶上奇迹暖暖了呀！话说，端木，我还有个疑问，以你的能力，为什么我们被恶灵结界关了那么久，你才找到我们？这次恶灵级别高，隐藏得好。嗯，隔壁房间被抢了吗？奇了怪了，谁吃饱了没事干，把整个门给卸了？脑子被门挤了？银哲大人，他带着影灵回来了。阳明寺的影灵，还真是迫不及待想见见呢。端木溪，你这路盲，2小时的车，活活给你开了1天，中午都看到布达拉宫了。喂，我说你现在这又是要把我们往哪儿带呀？搞半天房子都没买市区里的，住那么偏，装什么高富帅嘛？你再废话，我就把你打成一道美丽的风景。哼，你呀，就是头发长见识短的典型。从刚才我们就已经到了端木家，因为这座山都属于他们。啊！我了个乖乖，这尼玛是世界文化遗产吧？少爷回来了，少爷回来了！哇，哎，西少爷身边带的是个人类的魂魄吧？难道说少掌门收了个影灵？听说了吗？西少爷回来了，还带了个男朋友回来耶！姐妹们，走去看八卦。哇！都是同行，这生活条件怎么差那么多呢？看看这种5星级酒店的既视感，坐车你设计成这样，你自己把持得住吗？欢迎回家，西少爷。路上一定受累了，我安排人准备了茶点。你先赶紧休息一下，夜宴已经准备着了。好，有劳了。娘个动菜，凭什么他能用个大活人当管家？
老子只能下载个 QQ 管家，差距啊！西少爷，我去，还有茫茫多后宫佳丽的呀！几天不见，感觉消失了许多呢。西少爷，您可回来了。但也更帅了。来，吃块肉松饼垫垫饥吧。先喝口绿茶吧。先垫饥吧。先喝茶吧。老子又渴又饿，就没人来关心一下吧？唉，凭什么端木溪你生来就是含着清汤勺的贾宝玉，我就要做灰头土脸的刘姥姥？嗯，话说，好像应该有个人比我更在意现在的情况吧？Hello， 战友，我们组个被遗忘者联盟怎么样？慢着，这画风不对啊！这落落大方的微笑是怎么回事？看到未婚夫身陷花丛，难道一点都不动气吗？哼，笑话，这点气量都没有，还怎么当端木溪的正宫娘娘？没想到你还挺 hold 得住的嘛！什么鬼？扎小人！跟我斗，老娘让你们生不如死！女人阴毒起来真是不要的。我说呢，怎么全府上下这么大动静？原来是西少爷摆驾回宫了呀！谁啊？我也只是想来跟西少爷问个好，生怕他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儿，吃了什么苦。我看你是多虑了。绿儿，你这什么样子？光着膀子跟少掌门说话，成何体统？抱歉，我这不是着急吗？听说大少爷第一次收影灵，想赶紧来见识见识。你们都别装了，跑过来的不都是想来一看究竟的吗？虽然受到重视了，但气氛感觉越来越奇怪了呀！放肆！你怎么跟少主说的话？你激动个什么劲儿啊？西大少爷做过什么事儿你们都忘了吗？所以他的一举一动可是格外让人操心的呀。稍有闪失，再酿成个悲剧，可就不好了。住口！司徒管家，你也别拦着了，让他说，痛痛快快地说。我倒是想听听，我们端木家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让你这么耿耿于怀，念念不忘。二小姐好。哦，二小姐，端木溪是少掌门。让我算算啊，爸爸的爸爸是爷爷，妈妈的妈妈是外婆，爸爸的弟弟是叔叔，妈妈的弟弟是舅舅，爸爸的哥哥是伯伯，妈妈的哥哥是……这样算来，这个女人和端木是兄妹俩，怪不得俩人的颜值都那么高，美型兄妹，基因的胜利啊！那么这样想来，左手用娇妻，右手抱辣妹，再配上后宫佳丽3000，端木溪，你就是男人的天敌，是与你不共戴天。她不是端木溪的亲妹妹，严格来说是表妹。她和端木溪的情感就如同他们的血缘一样，还隔着一层关系呢，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怎么不说了？在你们家人多势众是吗？人在做天在看，欠的债总有一天要还的。我去洗澡了，等会儿还要吃大餐为少主接风洗尘呢。好了，不要因为这些小事坏了大家的心情。我叫端木四云，他是端木家的长兄端木四明。和少掌门的影灵还是初次见面，能被西少爷看上，想必是一位奇人。有意见就直说，别绕弯子了。你乃一家之主，我怎么敢有意见呢？大少爷、二小姐，老夫人传饭了。那么各位，请吧。哇，你就是新来的影灵哦！来，过来跟我们合影吧！耶！我也要，你帮我俩拍一张，茄子。哎呀，我们少掌门终于找到合适的影灵了，感谢祖宗18代啊！是啊，来敬祖宗。是瑶啊，近来令尊可好啊？劳烦太奶奶挂心，家父很好，他也常常问及您的身体呢。我这儿好着呢，让他放100个心吧。只要搞定太奶奶，这个家我就是有地位的。哎，对了，小溪的影灵呢？可能还比较羞涩，所以……太奶奶，我把她带来了。端木溪，你个坑爹货，
把我一个人晾在那儿，竟然自己吃起饭来了。太奶奶，她脑子不太好使，您还见谅啊。哎，太奶奶好，我叫杨静华。尼玛，我的肝肝症都要犯了。太好了，等了这么多年。我操，这又是哪一出啊？我们端木家少长们终于有影灵了。这是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只是太激动了。小希这孩子吧，爹妈死得早，所以呀，一直是孤苦伶仃一个人。班长，这剧情展开有些不对啊！以后我孙儿就拜托你了，我也好对他爸妈有个交代。好孩子，就把这儿当自己家。去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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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咦，没搞错吧？你身后的那位才是你孙媳妇儿啊！没搞错，没搞错。哎，我看昨日不如撞日，我们赶紧啊，就把你和小希的大事儿给办了吧。班长，先给碗饭，让我捋一捋思路。兄长不是说终此一生不用引灵吗？如今怎么反悔了？这事轮不到你过问。别忘了你发的誓。放心，我死也死在端木家，但在那之前，阳明寺的位置，你就别想了。思雨，你用不着那么低声下气，明明你才是。现在还不行呢。可是，放心吧，四明哥哥，就算他再厉害，也是强弩之末，时日无多了。那个影灵倒是可以，好好查查到底什么来头。别告诉我这一整栋都是你一间卧室，太他妈别一惊一乍嘛，没见过世面也要懂得矜持啊。为什么人生的好事全被他一个人占光了？那当然，端木家少长们可不是一般人。看清楚，这净灵山是四方灵气汇聚之地，在这儿开设祭坛，能调和世间之气，平衡阴阳。而端木溪（括号我老公）就是立于这祭坛顶端的男人，离神最近的人。啊，真是帅呆了！不就是个跳大神的，就是看那场子大一点而已。你再对戏出言不逊，我就把你丢到后山去喂妖怪！别吓唬他了，跟在我身边就没事了。好啊，你要好好保护我。尼玛，这疯女人画风变来变去太快了，我快扛不住了。杨静华，到我房里来。啊，这是要我和你睡觉的节奏吗？原来是同屋不同床啊！别，我在想什么呢？但凭什么老子睡地板？喂，端木，你倒腾个地方给我睡呗。你是个死人，睡什么觉？哦，好像挺有道理的。但是你睡觉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干嘛好啊？很无聊的哎。难道坐一晚上看着你发呆啊？你不能这样的好法。要我的时候呼之则来，不要我的时候挥之即去。你也考虑考虑我的感受的呀。给我出去！方圆180尺内，想去哪儿随你。哼，阳明司的影灵。你大爷的！还给我搞个什么距离限定？才方圆180尺，根本离不开这栋房子，好吗？好无聊啊！但安静想来，也真不可思议。2天里竟然能发生这么多事，感觉还挺不真实的。突然就做了什么影灵，这阳明寺和端木家都还没搞明白呢。今后怎么办呢？真的就做一个影灵存在吗？这就是我还留在世间的意义吗？什么嘛！能做阳明司的影灵，还以为有多厉害，原来只是个弱鸡呀！靠，你谁啊？敢这么跟你爷爷说话？原来如此，距离限定。
端木溪对你花的心思还不少呢。哦，怪不得你的灵力弱到我凑那么近才能感觉到一丢丢而已。很危险！别白费力气了，你是跑不出去的，因为你的主人可是把你当条狗一样圈养在身边。你到底是谁？这不重要了，因为我已经对你完全没有兴趣了。小花鱼，在，嬴哲大人。干掉他。喂喂，身为阳明寺的尹灵，虽然已经是个弱鸡了，但至少也要有点骨气吧。快过来，乖乖受死！你看老子长得萌就一定呆啊？送人头这种死全家的事，渣渣才做得出来。可恶，端木个坑爹货，开个技能把老子困里面送个毛线呢！哼，怂样，活该吃一辈子狗粮。本姑娘今天就教你做个有担当的男人。你别逼我，我是有原则的，一不打女人，二不打小孩。都做鬼了，还有什么资格谈做人？对，端木说过，灵魂不能以外表判断。你虽然长得小，没准已经是个老太婆了吧？知我一计，放弃扶摇拳。小次郎，让你尝尝老姜的辣味。走你！端木是找了个谐星来给自己添乐子的吧？好阴毒的打法，做鬼已经绝后了，你这是要我当樵夫的兄弟段誉啊！还嘴硬，我离那么远都能感到你淡淡的忧伤。淡淡有伤没伤跟你没关系。你们到底是谁？为何刁难于我？嬴哲大人已经说了对你没兴趣，所以你没必要知道他是万妖之王了。好了，花语，多说无益。这条被主人关在结界里的狗，连最基本的信任都得不到，你就可怜可怜，给他个痛快吧。万妖之王，呵呵，太好了！我差点忘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可是除妖师呢，我就把祖祖辈辈所传绝学亮给你们看看。切，这种三脚猫的江湖咒术，也就骗骗中老年人的养老金。天雷勾地火，宝塔镇河妖。今天算我走运还是你们倒霉？老鼠遇到猫，小偷捡钱包撞个正着，我杨家就是你们祖传的克星。终于把你的真本事逼出来了，端木溪，快让我看看你挑选的影灵到底有多大的能耐。哼，独挑还没完吗？啊！救命啊！杀鬼啦！有妖怪闯进来啦！快来人呐！来人呐！人呐！嬴哲大人，刚才那招是什么？应该是单纯的呼救吧。快喊你们家里最厉害的来杀妖啊！哎，今晚你见着西少爷的影灵了吗？嗨，我也没见着，太可惜了。喂，这儿，看这儿！哎，别白费力气了，你个白痴，想要在这偌大的端木家来去自如，不使用些妖术，怎么能骗过森严的防备和结界呢？明天找个借口去少爷房间附近看看吧。听说是个才华出众的美男子呢。看，那是什么？猴子？哎，后山里的野猴子跑进院子了吧？哎，走吧走吧，大惊小怪的。哦，猴你妹呀！是你家杨爷呀！喂，回来呀！回来！嬴哲大人，这货看样子真蠢，我们再用激将法，估计也没啥用了。我就不信端木溪会看中个傻子，你还是别掉以轻心了。嬴哲大人，是不是您太在意端木溪了？可能他也就随便收了个路边的野鬼，给他们家里交差吧。野鬼，你叫谁呢？削你丫的！哎，什么时候？呀！
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。刚才那些胡闹都是为了让我们放松警惕吧？可恶，竟然被你一个小鬼给算计了！老娘要动真格的了！灵气剑在手，把你日成狗！亮兵器，决斗吧！哗啦啦能量变身！这1秒变萌系美少女。我化身的年龄越大，我能运用的妖气也越多。之前是小学生的段位，现在我就要认认真真的修理你了。来吧，我就用这万击伞和你比划比划。少主，少主，是谁啊？哦，少主，您醒了，不好意思，是有什么事找我吗？也没什么，就是接到家佣的汇报，说家院里窜进几只后山的野猴子，怕半夜惊扰到您，所以特地来跟您打个招呼。野猴子，后山都是凶险妖魔的聚集地，什么时候住进了猴子？我明天也会派人去后山查实，请您放心。好吧，你也早点休息。谢谢少主关心，晚安。原来还是个战五渣，舞剑毫无章法，扫地似的。凭什么阿西看上的会是他？好了，花雨，知道你等了那么多年，想当端木溪的影灵，被这家伙占了先机，肯定不好受。这家伙为什么有种强烈的压迫感？感觉高高在上，并且身上还混合着人类的灵气和残忍肆虐的妖气。小子，我呢是千年狐妖，不过有些资历的灵鬼们都知道，我曾经是阳明司的影灵。不过现在呢，我是这座山的王。少在那装逼了！竟然没有一点惧怕，还有点志气啊！我开始喜欢上你了。那么，要不要就这样把你吃了？虽然弱小，但你身上还有点阳明司传给你的灵力，凑合尝尝吧。住口！终于来了呀，端木溪。阿西，深更半夜的在人家屋顶上吵吵嚷嚷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打扰阳明司大人睡眠了，真是抱歉。但我们只是想来和新任的影灵问个好，顺便恭喜下端木少主，终于找到了替身灵。那个叫法我不喜欢，所以你现在要不自己消失，要我让你消失。阿西，你想对隐者大人动手的话，必须先过我这关。走开，给我滚回后山去。为什么身体不由自主的在发抖？嘿嘿，刚才是谁吆五喝六的要修理我的呀？来呀，别怂啊，打我呀，来打我呀！杨建华，你也下去。什么？为毛？叫你下去就下去，听见没？哦。这两人不会真打起来吧？真打起来的话，他应该没问题吧？放这两只猴子进来，想必起了点作用。这次还要多亏你啊，思明哥哥。为了这个家，这些都是应该的。剩下的，就看他们能搅弄出什么是非来了。好久不见啊！没想到这次见面居然这么尴尬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再来骚扰他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，我可不想来和你打架，惊动了端木家的人那就更麻烦了。再说了，晚上天气凉，你穿这么少不冷吗？人类的身体可是很脆弱的东西，这点你比任何人都清楚吧，西少爷。隐者大人，喂喂，
干嘛那么认真嘛？你娶了影灵，怎么变得越发没趣了？我和他的事不许你再来插手。顺便告诉你的手下，都离他远一点。你这设定也真是有趣。影灵本应是保护阳明司的，现在倒好，怎么反过来变成你保护他了？带着这种拖油瓶，祭司大人会不会很困扰呢？至少也应该选我这样强大的吧。哼，我根本不需要影灵。至于杨静华的事，你也没有必要知道。快走吧，以后别来了。端木溪，如果你回心转意，真想找个合适的影灵的话，可以随时来找我哟。祭司大人，你可别忘了，这座山和端木家的一切，包括你，可都是属于我的哟。这就是你们阳明司的命，无法逃避。还没回来吗？前任影灵，应该是个很厉害的角色。唉，可我呢？啊，回来了。怎么样，打赢了没有？你这么关心有什么用？难道我输了的话，你也能帮我去打吗？今天这一晚上，三姑六姨八叔叔的，又冒出个千年狐妖，怎么感觉你人缘很差的样子啊？哼，那又怎样？不管他们如何看我，都只能依赖我生存罢了。没有我，这个家就完了。弱者依附强者得以生存，这便是世间的法则。端木溪，你别太看得起自己了。这世界缺了谁，还不是一样的赚？哼，什么意思嘛？这种态度。端木溪，没错，你是很强。但你也说过，灵鬼们都窥视着你的力量。要是我把你的力量全部夺走，你说会怎样？你别忘了，我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呢。食盐8克，砂糖6勺，香醋1碗，麻油1斤，最后是大蒜粉半袋。OK， 完美！秦氏爱心早餐完成。秦小姐这一早上是忙着制毒还是做炸弹呢？怪不得少掌门对她那么冷淡，也是委屈少掌门了。唉，包办婚姻解救单身狗啊！端木溪，我现在就来拿走你的灵力，这样我就能满血复活，拿回赔款，买得股票一次涨停，投资房产一夜暴富，找得真爱一生幸福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在那之前，你得先赢了我才行。哼，别以为我没有办法对付你。那你先试试从我手里挣脱出来。如果你能做到，那我把灵力全部交给你。好，你可别后悔。可我怎么一点力都使不出，而且感觉变得虚弱。想起来了，他手上的印记有除灵的效果。不算，你耍诈！可恶！就算再完美，你也一定还是有弱点的。就算告诉你，你又能怎样？想必你也不敢吧？当惯了温室里的花朵，怎么会轻易将自己置身危险呢？我说的对不对，乖宝宝？这种小儿科的激将法，只能越发显得你幼稚。但是，如果你真的想知道，我的确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。啊！你还记得我们缔结影灵契约的那一刻吗？因为灵魂绑定的缘故，
我们已经互通了彼此的信息，包括生辰八字。我们这行，五行天命若是被人利用，有太多方法可以让我生不如死。你就那么相信我？当然不是，正是因为信不过你，我才要告诉你。因为我们是灵魂绑定关系，一旦我死了，你也会跟着消失。端木溪，你阴险，你卑鄙！原来你一直在耍我。所以我怕你哪天说漏嘴了，把生辰告诉了别人，那我俩就都懵逼了。你 Good morning， 秦先生早餐送到。那个秦师阳，你别误会了，冷静。你的高贵，你的落落大方呢？我老公被人欺了，我还装什么装？我不打死你！喂，冷静啊！我都死了好多天了，你别白头发。那一天，人类回想起了受那些家伙支配的恐怖。杨静华，你个臭不要脸的，给我滚！天空飘来5个字儿，那都不是事儿，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完事儿。超人陨落了吗？秦师阳，你给小爷等着！端木，刚刚太危险了，要不是我正好撞见，不知道他要对你做什么。你操心过头了，他还不能把我怎样。好了，我现在想睡会儿，你出去吧。如果你觉得虚弱，我可以为你。不需要，我只想一个人静一静。知道了。哎呦，这不是杨少爷吗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哎，哥们儿，我练飞呢。你看我这姿势，这尿性，是不是有点当年汤姆克鲁斯壮志凌云的派头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刚听少掌门房间里吵吵嚷嚷的，以为又有不速之客了呢。嗨，有我在，谁再来战？嘿嘿嘿，哎，话说你这手里拿着的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端木家的传家宝剑。平时都是由家丁看管，但祭祀大典的前一天会取出来，第二天供少掌门使用。我这不正赶去祠堂把剑给摆上吗？哎呦，传家宝剑，看着有点意思哎。此剑是数百年前一位大铸剑师献给端木家的宝物，取第一任阳明司端木落月之名命名，即为落月剑。此后的每一代阳明司都用它斩除邪灵，保护世间正气。从古至今，阳明司都以一己之力承担天地祸福，只可惜现任是个煞星。你过来干嘛？老夫人有急事叫你，还不快去？剑，我帮你拿去祠堂吧。杨少爷，这是在下的犬子司徒律，是个不懂礼数的孩子，要是有所得罪，还请您大人大量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啰啰嗦嗦个什么呢？主人叫你去，还不快跑！是亲爹吗？这孩子是要疯啊！我听说你叫杨静华是吧？啊，是啊，有何见教？看你一脸和善，劝你早点离开，跟端木溪那小子混，没有你好果子吃。你刚来不知道，那家伙坏得很。是啊，一点都没错。从遇见他开始就没好事，先是被车撞死，又被恶灵缠上，没工资、没休假、没福利不说，每天还活得提心吊胆的。最可恶的是他只吃素，搞得老子也一点荤腥都不能
娘炮，长得一副80岁的脸，他瞄的才18岁未成年，天天还跟爷摆谱。你这跟我的经历比起来，就如同黄鼠狼的武器是个屁。我从小就比他腿短，周围人就叫他长腿欧巴，叫我短腿蛤蟆，我自卑呀。长大以后，我的头比他大一些，周围人就叫他小头爸爸，叫我大头儿子，我吃亏呀。至少你还活着，老子已经死过好几回了，再死几次可以办会员卡了。我活着有个球用啊，有个词叫生不如死，你他娘的知道吗？打倒端木系，打倒端木系，远离爱装逼，诅咒端木系，装逼就拉稀。那快把端木系的生辰八字告诉我吧。好，咦什么咦？是人都知道，这是对付他的最好办法。这个还是算了吧。为什么？你不是也恨他吗？你不想让他粉身碎骨吗？吹吹牛逼还可以，但是真要杀人放火，还是有点怕怕的。哼，是吗？累累巴巴陪你玩到现在，还以为能少掉些麻烦，看来是不行啊，需要我好好调教调教你了。在想什么呢？没有，就一下子不小心。你呀，脑子里总装了太多事情，从小就是这样。有些事情啊，要放则放。哪有？思云是全心全意侍奉太奶奶的。不让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要么交出端木溪的生辰八字，要么就去死。你想为端木溪那个垃圾舍身守命？哥可不是为了他，但他要是死了，哥也会挂。话说，你这身手这么犀利，你怎么不直接去找他，一了百了啊？少废话，我打得过他，还来找你干嘛？这么直率认输的人也是少见啊！你竟然还敢吐槽！看样子我看错你了，你和那个垃圾是一票货色。准备好说了吗？我只说一遍就好了。2月30日凌晨4点26分。好，谢啦。你给我回来！2月有30号吧？你反射弧这样长，我倒是没想到。拜拜了 ，bro。一个个的都在耍我。为什么控制死灵？没人告诉你吗？我们司徒家是魂师一族，一切灵魂都在我的掌控之下，连你也不例外。看来你还不知道，在这个世上，施加在灵魂上的伤害，要比施加在肉体上的住手啊！痛苦10000倍。少了阳明司做媒介，你就是个废物。凭你一己之力，就等着被我玩弄致死吧！这么个弱鸡，真不知道端木溪看中你哪点了。喂，怎么样？是不是该叫你主人来救你了呀？西少爷，快来救救林家嘛！伦家就要被干掉了吗？关他屁事！你他喵的在眼睛飞小剧场啊！还敢顶嘴？看样子刚才扎的还不够深呢。我要继续折磨到你说出端木溪的生辰八字为止。你休想！能动端木溪的，只有哥一人。没想到还给了你件防狼道具嘛！但你这些三脚猫功夫又能怎样？这些小把戏在魂师面前一无是处。
知不知道我这些年为了赢他，付出了多少努力去修炼？你做你的真爱粉，能不能别把我扯进来呀？我说了，他死了，我也好不了。麻烦，看来不给你动点真格的，你是不会服软的。你又想怎样？这次要是再不说，这把匕首可就要扎进你的心窝了。我说啊，想明白了？我说，你是吃屎了吗？嘴巴这么臭，贴那么近熏死我了！混蛋！我要你死！都说了多少遍了，哥已经死了。白痴，知道什么叫魂飞魄散吗？人死后尚有灵魂可徘徊于世，可如果灵魂泯灭、元魄消散，不入轮回，那就是完完全全、彻彻底底的消失。这也算是对端木溪一个小小的报复吧。我的灵魂在消散，端木溪。端木溪就在不远处，你用心灵感应叫他呀，开口叫他吧。那么忠心的狗如果死了，那多可惜呀！快叫啊！求救！不，我无论如何都不想，我不想认输，不想被嘲笑，不想只当一个弱者，更不想总是在他身后被他保护，不甘心。我想要力量，我想要变强，我想要那把武器。什么？落月剑竟然被你一个区区影灵挥舞起来！你到底是谁？力量，我需要更多的力量。住手！为了变强，杀！刚刚那是什么？你果然该死！我看见了，我都看见了。你果然绝非善类，那就该早点把你灭了，以除后患。端木溪，司徒律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端木溪，你这伤可跟我无关，是你自己赢下来挨刀的。虽然没在祭祀典礼上正式宣布，但已经签订灵契，就是我端木溪的灵鬼，他人不得动他分毫。我有时候真的很佩服你，随时随地都能装逼。但也正因如此，我更想让你消失！白痴，少一些套路，多思考思考，怎么做个孝子吧。别跟我提那个没骨气的老废物！我司徒家凭什么就必须屈居人下？啊，西少爷！不好了，出事了！西少爷受伤了。情况我都知道了，退下吧，嘴巴都严实点，不许在府内议论，更不可让老夫人知道。是，遵命。这个家，终究是太平不得了。我可怜的小西西，竟然伤得这么重，手上开个洞，真是名副其实的掌门了。司徒律人呢？这小子是疯还是傻？竟然连阳明司都敢侵犯！对不起，是在下教子无方，我已经将他囚禁家中，没收手机，断了 WiFi，直至他彻底反省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
你们司徒家别仗着自己是外戚，就敢蹬鼻子上脸。够了，有些话还轮不到你评头论足。我看这事儿得两说。这次事件的起因还是那尹灵煽动了端木家的圣物法器，并且重伤了司徒律，刺激他做出了过激的举动。所以杨先生在这件事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喂，你重点搞错了吧？现在明明是司徒律出手伤了端木，怎么把锅甩给了杨静华？杨先生来历不明，已被人诟病多时。这次事情闹得这么大，想必也无法在太奶奶面前包庇他。司徒律有什么好的？你那么帮他？司徒乃魂师一族，手握重权，和端木家世代相交，这两家的关系岂是一个尹灵所能比的？够了！司徒律侵犯我的尹灵在先，伤我阳明司在后，端行恶劣，影响深重，法理难容。管家疏于教导，铸成大错。求少掌门开恩呐！父子一并逐出端木家。但是，我决议已定，无需多言。仔细想想，以端木的身手，司徒律那一刀应该有其他办法化解的，但为什么要硬生生的被他刺穿手掌？难道说是为了找一个帮我开脱的理由？话说这次的确我有责任，不知道怎么握上了那把剑，整个人就突然不一样了。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猛，我就这么一挥，剑气就直接把那个司徒小儿给……再让我看你碰那把剑，就砍了你的手。左手碰砍左手，右手碰砍右手。那我两个手一起碰呢？不许贫嘴，你听到没有？知道了啦。怎么发那么大的火？伦家也是被逼无奈嘛。那时候都快被散魂了。什么？散魂了？现在没事了。好了，你别找借口在我身上摸来摸去的了。再摸，是男人都要有反应了。蠢材，你打不过他，你不会跑吗？我他喵往哪里跑？不就是因为你给我那么多限制，我跑哪儿去我？不提还好，一提老子还一肚子火呢。谁叫你往外跑？你不会往我这里跑吗？我哪来得及？那你不会叫我吗？我教你的心念传送，你就不会用吗？猪头，我叫了，你听得到吗？自己睡得跟死猪一样吧？你叫我了吗？下次我一定会听见的。好了，你把对我的限制都解开，我自己就能搞定了。别逞能了，再遇到这种事，一定要叫我。你听懂没有？这是命令，别再让我说第二遍。那是第一次觉得端木熙这个人，我完全不能懂。端木家那小东西才当了几年阳明司，竟然敢蹬鼻子上脸了！是啊，妹妹，你可要给我们绿儿和哥哥我做主啊！放心吧，我是看着绿儿长大的，这事儿我管定了。那真是太好了，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呀！好了，瞧你那点出息，怎么能让端木家就这样骑到我们头上呢？喂，起来了，今天还要……走开了，生不能睡懒觉，死来不能长眠嘛。哎，走开，让哥睡个整容觉。给我起开！啊！你要对人家干嘛？你小名旺旺啊？何出此言？因为旺旺先辈啊。今天是祭祀的日子，赶紧洗漱完换装。啊，为什么我也要一起？恭候杨少爷多时。杨少爷，少掌门在2楼等您呢。
哦，今天搞得那么隆重，我一进门以为到了美容美发学院呢。哇，还是第一次来这里，有钱人就是舍得花钱，特地给衣帽间开栋房。省得跟迷宫似的。啊，问下端木溪在哪儿啊？少掌门这不正在梳头吗？啊？你傻愣着干嘛呢？赶快过来！一场祭祀居然搞得那么隆重。坐下。祭祀是净化天地灵气的过程，也是我们作为阳明司最重要的职责。但是，对阳明司来说，每一次祭祀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工作，所以我要你答应我3件事。第一，这条流苏千万不能损毁，这是用我头发编织的，连接你我2人的命魂之物。第二，锁灵戒绝对不能摘下，我想摘也摘不下来的，好吧？然后呢？第3件是什么事？还记得你的名字是什么吗？当然了，杨静华。怎么了？对，这就是最后一条。你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谁，听到了吗？来，跟我拉钩，发誓，牢牢记住这3件事。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？好吧，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少掌门，一切准备就绪，请您动身吧。好。对了，今天的仪式也会让天下人知道，你，杨清华，便是我端木溪的影灵。我去，原来这么大阵仗，我以为就在家门口杀个鸡磕个头呢。哼，今天来的可都是世界上最显赫的达官贵人和江湖名流。道士哥哥，你和端木少爷比，谁更厉害呀？当然是少主了。2个小鲜肉的组合，还真是让人赏心悦目。这旁边跟着的女佣人也有几分姿色呀。喂，有人表扬你，你怎么还不开心啊？杨静华，你抢了老娘的风头！老娘可是端木溪的正牌未婚妻。今天终于能见到端木少主和他影人的尊容了，没枉费我买了私人飞机赶过来。杨少爷，今天可是全球同步直播，这是给2位安排的坐席。翘首以待呢。长这么大还没坐过那么前排呢。那是必须的，我们可是端木的。为毛我比你后一排？这是谁安排的位置？안녕하세요，我是根据要求安排的，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还请。妈了个巴子，说了根据要求安排的，妈的，要求又不是我定的。别以为现在端木宠着你，你就可以霸占老娘的位置。宠个屁呀！我对他的了解肯定没有你多嘛。哼，那是当然。所以该不爽的人应该是我才对。别以为这样就能哄我开心。哎呀，小杨师瑶，你们聊得很热闹嘛，介不介意我这个老人家和你们坐一起参与一下呀？好啊好啊，我跟静华刚还聊起您呢，说您是这世界上最翻身的长辈了，今天也穿得好年轻啊。齐世瑶，你祖籍是四川学变脸的吧？小杨啊，最近和小七待的还习惯吗？他有时候啊就是外冷内热，你呢也要多体谅体谅包涵一下。还好还好。晚上他是不是还有踢被子的习惯？辛苦了。是谁把太奶奶安排在这个位置上的？안녕하세요，是我根据太奶奶要求。妈了个巴子，太奶奶要坐在这儿关我屁事儿。我说2个人待久了会像，现在越看小杨越像端木了呢。我才不要呢。开始了吗？虽然嘴上说着不要，但是的确从现在开始，他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会与我息息相关，包括他的过去和未来。站住！来者何人？是我，司徒管家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接到消息说你已经被逐出家门，所以我不能放你进去。有必要做得那么绝吗？好大的胆子！那我你认识不认识？
不好意思，那你这个人并没有在嘉宾名单里。哎，你这下人，有眼不识泰山，这位可是司徒家的总掌门，说话放尊重点儿。二小姐好，我也只是尽我的责任。好了，你退下吧。是。两位这边请。哼，端木家看来还是有名势力的人呢。您过奖了。听不懂的语言，但那股力量却随着端木溪的声音真切地传达过来。那是温暖、包容、安抚人心的力量，以端木溪为起点，源源不断地向四周扩散。世间万灵生生死死，只有平衡天脉地流，才能换得一世安稳。能做到这点的，只有端木溪。以神之名，其己之心。我说过，端木是离神最近的人。现在你懂了吧？什么离神最近？这个人，他自己就是神吧？心里暖暖的，好像被净化了一样。像这样的人，我怎么可能赢得过？祭祀差不多也该结束了，那么我有一事想要求证：祭祀天地，非存身正直之人不能担当。敢问少掌门，真的问心无愧？你指什么？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我们家绿儿的事儿，您这么快就忘了？我们家兄长也托您的福，被赶出去丢了工作。少血口喷人了！司徒律刺伤杨明思，端木家念旧饶他一命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是谁？我……哦，原来是那个还没过门的黄毛丫头啊！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放话？喂，欧巴桑，你唧唧歪个屁啊！祸是老子闯的，人是老子砍的，要给混蛋小子报仇，冲老子来！你他娘的瞎了吗？瞧瞧瞧瞧，你们瞧瞧，这种东西也配当影灵？杨明思的门第什么时候堕落到如此地步了？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这事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？太奶奶，没有通知您是四云的不是。少掌门的影灵前些日子的确是用落月剑刺伤了司徒。不用你来说给我听，我要听端木家的掌门给我解释。杨金华，你上台来。这上演的是哪出啊？豪门狗血宫斗剧吗？废什么话！免费看戏，看一场送一场，不挺好吗？跪下。看样子少掌门还是识大体的，当众将影灵散魂，不失是一种有魄力的做法。难道就这样，端木溪和我将从此一刀两断？没想到西少爷竟如此狠辣。哼，司徒乃魂师一族，手握重权，和端木家世代相交。杨先生固然重要，但也比不上两家的关系。此剑名为落月，是上古流传之助器，上斩人神，下持妖魔，可镇四方邪气。今后，它便是属于你的法器。此为端木家第13代掌门端木溪之命，全族上下不得异议。来，看着我，不要分心。一日为灵，终生为营，灵气共生，命魂无分，阴阳调和，万物皆宁。好在你还没离开我，好在黑夜中有你在身后，就算全世界都放弃我，还有你温暖的手。好在你还没离。我要你成为我的影灵。大师哥哥，端木少主这是何意？这不明摆着昭告天下，他们是同心同德的一体。
影灵的锅老子全背了，这波打脸干得漂亮。什么？竟然进行了认亲仪式，还把端木家的祖传落月剑赐给了他。端木溪，你败坏家业，包庇外人，这少掌门你还当不当了？太奶奶，你评评理！太感动了。你刚说外人，现在杨静华是和少掌门认亲过的影灵，那么他所做的都是在替少掌门办事，所用的剑也是端木家所赐。你现在质疑的不是一个影灵，而是我们整个端木家，也包括我这个做长辈的。看样子是个误会。哎呀，这次我们司徒律也有过错。来来，快给太奶奶赔个。没想到端木溪为了他下那么大的决心，这个影灵的身份必须尽快调查清楚。竟然没有一句多余的解释，就把一切化为平静。段木溪，每走近他一步，都会觉得他越发深不可测。这样的人，我真的配得上当他的影灵吗？我可以帮你。我叫端木思明，是端木家的事务总管。我的工作是为少掌门安排和处理日常琐碎事宜。身为庞大繁杂而又地位尊贵的端木家一员，能为家族排难解忧，是我莫大的荣幸。这个家由我来守护，这就是我毕生的追求。少掌门，我进来了。少掌门，早餐已到，速速起床品尝。少掌门，少掌门，少掌门，该不会是？你在叫鬼吗？啊！有刺客！是影灵先生。思明兄弟，不是我说你，按你刚才的叫法，估计连阿猫阿狗都叫不响。虽然你的声音温柔体贴，令人感动，然并卵，让哥哥我来教教你正确的叫床方法。叫床啊！之计在于晨，日晒菊花很伤肾啊！快起来，保肾护肝，从早做起。一大早做什么事啊？你看起来了吧？这位用生命在叫床的家伙叫杨静华，是少掌门前几天刚签订契约的影灵。目前借着与少掌门的灵气，才能继续以灵魂的姿态存在于世。这如果是别人的话，估计早被你踢回娘胎了。话说，你这起床气也忒大些了吧？不过别怪我说你，你这睡觉快赶上躺尸了。这真要发生个地震、洪水之类的，你绝逼是等死的节奏。少掌门，请过目，这是今天的行程安排。好的，知道了。7点40，早餐时间。哇塞，早餐就吃满汉全席，这就是有钱人的日子，炫富也赶早啊！啊！我要吃，我也要吃。再拿一个勺子来。是。张嘴。啊！影灵先生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怪人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！这就是豪满的味道吗？
虽是素食，却素得如此美味，美味万岁！已经很久没见到少掌门露出如此温柔的笑容了，也正是多亏了这位尹灵先生。我还要吃这个，还有那个和这个。杨静华，你适可而止，我又不是专门来饲养你的。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碰不到东西都赖你，你要对我负责，一辈子的负责。我要吃啊，我要吃嘛，人家要吃，投胎做猪吧。但少掌门也因为他，时不时就失了风呀。司徒家的这个要求我们不能答应，申请划分西坛不说，还一开口就要6成，简直得寸进尺。虽然这个要求看似过分，但近些年他们的势力都有增加，我们确实在魂术这块多要依仗他们。哼，当少掌门也真是够辛苦的。把账本拿过来，我来看吧。是。每天早上8点，是家族例行早会。这会总算是开完了啊！对了，我睡会儿休息一下，你别再来吵我了。什么？又睡？你整个会都没睁过眼好吗？上午10点，早会结束。中午11点半，午餐时间。12点，午餐结束。晚上7点，晚餐时间。8点，晚餐结束。我的太呀！你一天除了吃就是睡了，你为什么不发胖啊？人神共愤啊！妈蛋，他今天怎么来学校了？乖乖在家待着啃老不行吗？哇，看不出来你这家伙男女通吃啊！哼，无聊。我去，你这是屠杀呀！通常，少掌门来学校，我都会跟随其身后，一来保证他的安全，二来保证他人安全。喂，是120急救中心吗？又来！端木溪，你别仗着有钱有势就欺人太甚，老子的课你胆敢不听！端木溪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上来解这道题！嘿嘿，老师也看你不顺眼了吧？人品差，活该。这老师也挺下血本，这么难的题，是想让端木彻底颜面扫地吧？答题完毕。那你这么快？你这设定也太偶像了吧！端木溪，这是我亲手做的便当，我给你尝。我不吃外面的东西。离你家美食近在眼前，你都不伸手，那可都是肉啊！看你那点出息，狗改不了吃屎。尹明先生，你不要纠结了。少掌门的饮食都是要家里专门烹饪送来的。再有卖相，没有荤腥也实在难以下咽。没见你少吃。要这么说，以后你不要吃了，反正一个鬼魂也不用吃饭。去你的！信不信我吃了你？看多了这两人的相处模式，莫名觉得两人这样也不失为一种打情骂俏。又睡，刚吃完就睡。端木溪，你不怕中年发福吗？这家伙是属猫的吧？我说四明兄，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怎么？端木溪现在的生活状态已经完全进入了提前老龄化退休的年纪，每天几乎除了吃就是睡，除了吃还是睡，完全没有在工作嘛。说他睡神都是在夸赞他。更可恶的是，当我问他为什么不工作时，他回答我说：“我又不缺钱，为什么要工作？”唉，可我总得干点什么。这种像小白脸一样被包养的感觉，实在好讨厌。尹明先生是个勤奋的人，但并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怎么不一样了？
少掌门可不是一般的祭司，一年只有固定的几天，他才会开坛祭奠。所以阳明司到底是干嘛的？如你之前在仪式上见到的，净化，大规模的净化，哪里阴阳失调、地脉混乱，或者哪里发生大规模的阴魂祸乱，少掌门才会去平定。像大家日常所理解的捉妖啊、驱鬼啊，并不需要麻烦少掌门出手，只有特别棘手的才会请端木家出马。而端木家也不是只有少掌门一个人，毕竟端木家名声在外，也是有很多人才的。所以才说没什么工作可做喽。为什么越有钱的人越清闲？我看他现在吃吃睡睡，老了以后一定3高、秃顶，还有大肚子。尹明先生真爱说笑，我倒是真希望能看到那一天呢。怎么，你也想看到端木熙秃顶大肚子的样子？想不到四明兄也如此坏心眼啊！但有一点你不知道，阳明司他们是不会老的。端木家掌门兼阳明司，自古唯有才德者居之。此子端木熙虽不出自本家，灵力智慧却不逊于任何一代阳明司。由他来担此重任，上合天道，下尽人情。四云、四明，还不快给少掌门行礼！二妹，恭祝少掌门即位。四明哥哥，现在还站在我身边的，就只有你了。放心吧，哥哥会永远站在你身边的。子成，子成，快过来！大人，雪那么大，院中湿了，您的身体……你再说扫兴的话，我可就要生气了。好像又是做了相似的梦。自从祭祀过后，就经常能在恍惚间看到2个似曾相识的梦里人。这是我住的街区吗？我们来这里干嘛？杨金华，今天是你头七。头七是人死后第7天，灵魂归家的日子。原来我已经离开这个世界那么久了。杨静华23岁，1周前车祸身亡。14岁时父母意外离世，家中再无任何亲眷，改由政府接济抚养。高中毕业后辍学打工，辗转流离至本地，以维修电脑为生，兼职给人算命。哼，连3页纸都没有，这就是全部了。其他线索和信息，我都会加紧追查。以端木熙的谨慎，没理由收一个素昧平生的影灵。有一点值得注意，杨静华死的那天，少掌门正好去那附近的垃圾填埋场做法事，路过时见他出车祸，就带了回来。当时还是少掌门报警叫的救护车。我觉得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意外。杨静华，你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被渣土车撞死，也太逊了！要是被玛莎拉蒂、劳斯莱斯啥的哥还好受点。有什么区别？靠，区别大了，好吧？一来死相不用那么难看，二来至少他是个有钱人，能把我给厚葬了。别唧唧歪歪些没用的，看看有什么东西你想带走的。这里曾经是我家，可现在也与我毫无瓜葛了。还有什么好留恋的呢？没什么好带的，都是些破铜烂铁。就这破屋子，地方都是租的，
能有啥值钱的？大爷，我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小杨这孩子年纪轻轻的说没就没了，哎，三姑啊，那小子没爹没娘，怪可怜的，走了也干净了，就可惜了那些没办法投出去的硬币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，生前多投些该有多好啊！看到没有，哥人缘多好！杨哥，生前哥们儿也没沾过你什么光，现在你死了，兄弟和媳妇儿给你烧点纸钱，就当是欠你那几百块还了，别做鬼了还来找我们要债啊！这点破冥币就想糊弄老子？不烧点人民币，老子今晚就来压你的床！老天保佑别来找我们啊！还钱！胡扯吧你就！小杨走那晚，你不哭得跟死了老婆一样惨？还说我呢？你自己哭的像跟老公死了一样撕心裂肺。你才死了老公呢！你才死老婆呢！你俩为了衬托我的哀思，这样诅咒自己真的好吗？哎，话说回来，没了那小子，这里街坊就少了好些趣闻。之前那小子每天找路口大爷赊5毛钱买包子，5毛。走的前个星期还骗隔壁小明糖吃，人家才3岁。唉，上次拿个破纸片，非说是开光的金牌要卖我500，尼玛翻开一看，麦当劳打折卡1张。轮到打扫卫生就装柔弱，你他妈大男人痛什么经啊？轮到交水电就装不在家，大半夜洗澡还唱歌。你看旁边这位小帅哥都听不下去了，是不是？那是不是很过分？给哥们儿留点面子，说点争气的事儿好不好啊？唉，但话说回来，当初我丢了工作，只有他肯借钱给我。有人来店里找茬，小杨也是第一个出去和人周旋。小杨啊，给你多烧点纸钱，你在那儿也当回富二代啊！有钱烧没钱交，这个要保护费呢。小看我们 JQK 3兄弟吗？今天是小杨的头七，你们能不选今天闹事吗？少废话！现在立刻给我交钱，否则我送你们去见那个姓杨的怂包。你说谁怂吗？送的就是你！喂，打死他，你替他还钱给我呀！你们住手啊！怎么可恶！喂，端木，你干嘛呢？让我过去帮忙！放开我！没用的，你是灵体，只能碰到有灵力的东西，他们都是普通人你碰不到的。杨秀华，你干嘛？臭小子，你有病啊！呸！你不是想揍人吗？接住了。刚才我是将生之气传给你。生之气，即接触现实之物的力量。就你个小英雄，就你臭逼了！老 K， 你干嘛打我？我没有啊！哎呀，这你怎么下手那么快？我还没动手呢！哎呀，原来是 Q 干的！死样的！我靠 ，Q 这回是拿瓶子丢我，对不对？我刚看到视频后飞来个瓶子啊！哪里丢来的？这街上也没人呢。对啊，妈妈，我怕！什么鬼啊！这得等等我做好一辈子设计的。这副牌打得爽，通关。但这种感觉还是有些怪怪的。因为你并没有真的碰到他们，但是你心中强烈的意愿产生了对现实的影响。魂灵的力量非常强大，只要你心念足够，几乎什么都能做到。小杨，大姐怎么看到我的？从镜子里反射能看出我的影子。小杨，是你吗？小杨啊，大姐知道是你，你就在附近，对不对？大姐也真没有让你担心了。不过我保证，我们都会过得好好的。你呢？你在那边过得好不好？有没有朋友？会不会被欺负？大姐，你放心，大姐，我现在过得可好了，吃得好，穿得暖，住着好大的房子。老板整天睡觉，工作清闲，福利没得说。大姐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好的不得了。大姐。
所有故作轻松的姿态，装作不在意的样子，到这一刻，终于宣泄出来。我是真的死了，再怎么抱怨，都无法改变的事实。但是，我真的好不甘心呐！从此，我与之前的生活再无瓜葛，曾经熟悉的人、朋友和未来，再也无法参与其中。小点声，小杨最近几天都揭不开锅了，救济救济他吧。你可得装傻，听到没？过了头七，我便无法再以幽魂的姿态独立逗留人间。从今往后，我杨静华将以影灵的身份存在下去。我刚搬来这儿的时候，给个黑网吧看场子，穷得连房租都交不起。大姐看我可怜，每天给我做晚饭，还托大哥照看着我。有天场子出事，我被揍得断了根肋骨，大姐就边哭边骂我，直嚷让我改行。哼，衔着金汤匙出生的大少爷，你不明白的。其实我并没有一出生就在端木家。啊？你坐会儿，我先去个地方。喂，八卦讲一半算什么？太监啊你！他不是生在端木家，得有9年了吧？希儿到端木本家，那孩子打小就懂事儿，天赋又好，比他那父亲真是省心多了。舅父已经过世多年，太奶奶你也别太难过了，身体重要。那个作孽的孩子啊，真是可惜了。舅父当年早逝，舅母也……哼，别跟我提那个女人。思云，我累了。是。我查到了非常蹊跷的事，杨杏华他……嘘，回屋说。搞什么？还没回来？逼死强迫症啊！又来了！大人，您还真是玩不厌呢。是啊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如果那一天到来，请你，只有你能够拯救苍生。这扰人的梦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总是会出现那些同样的幻觉？妈妈，那个车子的窗户上有个大哥哥的脸，哎，净瞎说，别用手指别人，多不礼貌啊！唉，真麻烦。多木西便秘了吗？怎么还不回来？鬼呀！刚谁带头说闹鬼了？今天业绩完不成，回去被 K 总扒层皮。都给老子回去，把保护费收了。老大，不是你先嗷嗷叫的吗？放屁！我那叫前进的呐喊。警告你别侮辱我的勇气啊！都给我站住！啊！有不少市民在旧城区目击到凭空漂浮的雨伞等灵异现象，县市领导已高度重视，还请各位市民切勿信谣传谣。房东啊，您忙着呢。啊，给收拾收拾。对了，小杨不是还欠着些房租吗？你看我帮他付了吧。不用，有人帮他付过了。啊？那人结清了房钱，还多给了我几个月的，让我给小杨留灶到49天。是吗？什么人啊，那么好心？个子高高的小年轻，长得挺帅，
打扮得很得体，说话也挺有礼貌。他刚才说什么？你听到了吗？好像是叫我们别去了。一个站街的小鸭子，还敢在老子地盘撒野？没听说过小杨有这样的朋友啊！给我上！是啊，哪有人平白无故帮给这么大笔钱的？我也觉得蹊跷。可他为了刘造的事儿，认认真真的鞠躬谢我。我问他和小杨到底是什么关系，他就说了一句话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他是杨静华的。哎呦！可恶！不动真格，你丫是不知道爷爷的厉害！好家伙，弄死他！喂，K 总啊，看好他。郑少勋个不长眼的小子，你有什么吩咐啊？不要命了！端木家的人你都敢碰，你想死，老子还没活够啊！你是说，是那个端木家吗？看这个升龙翔天，爷当年拳打南山敬老院；看这猛虎划拳，哥当年脚踢北海幼儿园。怕了吧？识相的话就赶紧交出买命钱。端木少爷，咱们 K 总请您接个电话。少主，小的回头一定好好教训那几个不成器的小弟。您可千万大人有大量，大人有大量。以后，但凡杨静华认识的人，都不许再骚扰他们。是，那是。只是那个杨静华到底是西少爷的什么人，得您如此关照啊？嗯，这不是……原来你回去拿这个了。你家就这还有点价值？这是我爹妈唯一留给我的东西，据说是从祖上传下来的，也不知道留着做什么用。唉，还天下第一树呢，到我这就彻底绝后了。我出生不久，父亲就离世了，一直是母亲带着我在外生活。我9岁那年，他也走了，他奶奶才把我接回了本家。刚到端木家的时候，我跟你现在一样，失去了亲人。你现在的心情，我明白的。其实刚才也没那么严重了，只是忽然回到熟悉的地方，触景生情罢了。你看，爹妈走在前面也没什么不好的，省得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为我掉眼泪。其实相比死者，可怜的是那些活下来的人吧。所以以后哥就安心当你的影灵，正好给你做个伴儿。端木希，你刚刚说了什么？今后就把我这儿当做你的家吧。家人，他是这么说的。小杨漂泊了一辈子，原来有这么好的人在他身边，真替他高兴。刚刚哥是幻听了吗？你再说一次。好了，你坐到后面去。啊，为嘛？你挡住我后视镜了。端木希，谢谢你。没听懂你在谢什么？听不懂也没关系。家人呐。托大人的福，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。俗话说瑞雪兆丰年，来年也一定有好收成。这是前年冬埋在煤下的酒，今日拿出来温一温，饮着也能暖洋洋的。子成，只怕这是我今生见的最后一场雪了。大人，您切莫说这种话。子成，
都说了多少遍，别叫我大人了。如今世上，唯有你懂我，你就像是我的家人。你说，会有人这么称呼家人吗？明年、后年，哪怕一辈子，杨宁都愿陪大人温酒赏雪。只要您说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即使要我这条命。人生如酒，世事皆不可强求。我记得子成真心相待，这便够了。不愧是子成，这道菜可真好吃。不如以后子成去开一个14，我便可以在后堂数钱了。大人，子成，酒要凉了。大人，千载流年亦如梦，月落山河一世清。不是大人，是落月。杨宁、落月是谁？剑在发烫，这到底是？是我呀，我一直都在这里。你们想我入地狱，那我便将所到之处简化为地狱，全部都杀光！大人，落月大人，子成，你来了，不是说了吗？不要叫我大人。怎么了？刚才的只是提议，你不用勉强。如果需要什么就告诉我，我尽量。你说什么？杨静华他居然是……千真万确，杨静华竟然是那个杨宁的后人。单臂术师杨子成，杀我端木家初代杨明思的人。少长们有危险了，得禀报老夫人，立刻派人去救。你慌什么？如果这就是端木溪隐藏的秘密，那他本人比谁都清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既然他想保密，那我们也做个顺水人情，替他瞒着太奶奶吧。思云，你……哎，这种糖果还请思明哥哥以后别再送了。要是传出去，下人杨明思爱吃这些小孩子的玩意儿，是会被笑话的。伤口无法止血，你们两个快过来！把他上半身抬高，快绷带，绷带！马上来。把纱布也拿过来。好的，那个东西拿过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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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知院里。准备好。你准备好了，小心点，慢点。我们已经进行了基本急救，可惜端木少爷状况很不乐观。我知道了，护送西少爷回家，准备燃阳仪式。不好了，老夫人听到少掌门出事的消息晕倒了。什么？
金世瑶，端木溪他……杨静华，你这个端木家的丧门星，你可知道你犯下了何等滔天大罪？我知道，但现在不应该先考虑下怎么救治？还嘴硬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这副灵鬼之躯够不够吃我这一掌！慢着，思云，我们无权擅自惩罚杨先生。少掌门的话，你都忘了吗？今后无论杨清华做了什么，除了我之外，任何人都不可以对他私自定罪处罚。你疯了！灵鬼这东西有多难控制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万一哪天他伤害了你呢？那也只有我能惩罚他。他是我的影灵，即便我死了，这个事实也不会改变。哼，今天就先放过你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思明哥哥，把他给我禁锢起来，在少掌门苏醒之前，不得离开此处半步。知道了。抱歉，杨先生，要先委屈你一下。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端木溪都已经这样了，怎么不送他去医院？少掌门无法接受输血。你不是影灵吗？连他的真灵体质都不知道。什么？真灵，一种天生至纯之体。这种体质通常出现在灵力极强的人的身上，因为过多的力量占据了身体，任何外来的不纯之物都无法与躯体相融。少掌门连日常饮食都必须非常小心，抑制食宿忌酒，稍不在意就会出现排斥反应。他人的血对少掌门来说与毒药无异，所以他不能受伤。一旦受伤严重，就只能让未婚妻举行燃阳仪式。外貌、家世、品德、才情，哼，阳明寺的婚约者只要符合一个条件：燃阳之体。燃阳仪式到底是吐气续命，生命力换取生命力。二小姐，我有话想单独对她说。请便。我们去看太奶奶。是。秦师长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回过神来他就已经……你还在装无辜？阳明寺是人，不是超人，影灵就要在他需要的时候保护他。你做了什么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他那么厉害，怎么就没有躲开？因为他从未提防过你。你理解也好，不理解也罢，反正已经晚了。什么？你还没注意到吗？今晚回来后，所有下人都是生面孔了。老夫人年事已高，因少掌门之事惊忧过度，急火攻心，幸亏抢救及时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此后需服以药物，卧床静养，万不可再受惊吓。我知道了，辛苦你了。二小姐，人都到齐了。好。端木家历史悠久，族内外关系盘根错节，牵一发则动全身。端木并非内定阳明司，当初太奶奶力排众议，让他坐上掌门之位，除了他本身优秀勤奋之外，也看中他背后没有势力，行事定会不偏不颇。然而，这是一把双刃剑。除了太奶奶，背后没有同伴，我只是未婚妻。端木家的内务，我又说不上话。所以，端木溪一旦出事，你现在明白了吧？
少掌门重伤昏迷，老夫人身体抱恙，端木家不能一日无主，因此即日起，由我端木四云暂代主事之职。太奶奶，四云不才，及不了西哥哥之有双全，但四云定会竭尽全力保得家族平安，请太奶奶安心调养。四明哥哥，往后要撑起这个家，就只能靠我们俩了。四明，在所不辞。不好，端木西有危险，他现在在哪儿？我要去救他。你救他？离了他，你还能做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祭祀之后，是他身体最虚弱的时候，他昏睡了3天，身体还没恢复，却坚持要出门。我劝他不要去，你猜他说了什么？他一定很想家。世人提到阳明寺，总会有一种青年才俊的印象，因为没有人见过他们老的样子。实际上，端木家从古至今从来没有活过30岁的掌门人。阳明寺是站在阳世与冥界交界之处的人，承载了亿万人魂祈愿，赴万灵之期，求一方水土平安的代价，就是自己的生命。对阳明寺来说，每一次祭祀都可能是最后一次工作。他当时说的是这个意思。什么人？之前少掌门交代过，有一件东西务必要让影灵先生过目。这是祭祀前少掌门吩咐的，请杨先生过目。意料采用的灵筹能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，绝不会让司徒少爷那时的事情再次发生。少掌门说过，他既然是您的主人，就一定要尽力保护您的安全。我以为我已经足够了解他，可我也没有想到，他竟然默默为你准备了这个。想想你是怎么对他的，不觉得很讽刺吗？是，我是个混蛋，得过且过，安于现状，很多事从不敢深想。我明白，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信我，你揍我吧，你捅我几刀都行，只要你现在去看看他，告诉我他还好，求你了。哭什么？这是灵符，我现在就能解开结界。真的吗？你真的愿意？当然不是。那把剑很锋利吧？你就是用它刺伤了端木。如果你敢在自己的胸口上和端木一样刺一刀，我就放你出来。放心吧，如果你是真的对主人忠心耿耿，这把剑伤不了你。但如果你敢心怀二意，散魂会很痛吧？跟端木的伤比起来，又算得了什么？怎么，怕了吗？这样，你就能信我了吗？没错。我既怕痛又怕死，一直以来逃避的心安理得，可这一次，我不想再逃！为什么？话说在前头，你一旦跨出这个结界，就意味着涉入了端木家的争端。如今端木无法再为你善后，当然，你也可以继续留在这儿，装作一无所知。秦世瑶，谢谢你。真傻，我才是那个什么都做不到的人啊！端木溪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冰冷傲慢难懂的人，可越是懂你一些，我就越是自惭形秽。或许我真没有资格做你的影灵，可你都选了我了，能不能让我耍个赖，让我待在你身边，即便为时已晚，我也赖上你不走了。我会向所有人证明，你没有选错人。他当然选错人了。
沦落到认本座摆布的局面，这就是你的自食其果呀！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带走属于本座的东西。段木希，那个狐妖说他曾经是阳明寺的影灵。他是我父亲的影灵。用妖怪做影灵的，我父亲是第一个。那只狐妖比你想象中危险得多。要是下次再遇见他，记住，不能硬拼，要保全自己，能跑就跑。为什么你能进端木家的结界？端木家结界确实厉害，可本座的结界也不是摆着看的。本座的私人领域可以在端木家结界中畅通无阻。滚开！端木希不是你的！不是本座的，难道是你的？落月剑可不是这样用的。本座答应过端木希不动你，但并不代表不让别人动。什么？什么事？啊，司明大人。二小姐正在休息，有什么事跟我说。是，秦小姐放走了少掌门的影灵，我们知道了，这事由我转告二小姐。可是，退下吧。是。来吧，杨静华，露出你丑恶的嘴脸吧。哟，你醒了？放了杨静华。哼，你虚弱成这样，还想胁迫我？我说过，除了我，谁都不能动我的影灵一丝一毫。可他伤害你。既然你醒了，不如来个余兴节目。龙玉，龙玉在。照本座之前说的办。是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让你看看，是不是值得为这个影灵付出那么多。这里是哪里啊？这里是银哲大人的狐妖结界，大人吩咐我们俩来好好调教调教你。好不容易出个笼子，结果又进个结界，到底完没完啊？你们敢动端木希一根手指头试试，老子绝对不放过你们！哼，明明是你刺伤了阳明寺。龙宇姐姐，别跟他废话，他就是个厚脸皮。银哲大人明明是在保护端木少爷，这家伙就是个睁眼瞎，不分黑白。住口！喂，飞柴影灵，你别以大欺小啊！你的对手可是我哟。对了，银哲大人对你网开一面，给你个求饶的机会，只要你亲口说出自愿解除影灵契约，再也不与端木希有任何瓜葛，很简单吧？回去告诉死红毛，想听这句话，等下辈子吧。龙玉姐姐，他身穿灵绸衣，不好对付啊。你家主人还真舍得下血本呢。告诉你，本大爷绝对防御在身，盛气落月在手，一身氪金装，还怕你不成？别太嚣张了，小鬼！一件衣服就能护你周全，怎么可能？总有护不到的地方吧？脸蛋、脖子、手、脚踝，姐姐我是妖刀所化，刀刃无孔不入，无坚不摧。疼吗？
明明知道我是已死之人，手不可能断的，但是为什么刚才会有那么真实的痛感？疼就对了，说吧，说你自愿解除影灵契约。秦小姐，你私自放走端木家醉灵，就在这里好好反省吧。什么？不用担心，过几天就放你走。过几天，端木寺苗，你们要做什么？家族内务与你无关。你们要对端木做什么？端木寺苗，杨金花，拜托了。这种时候千万别掉链子啊！你可是穿着他给你的灵绸衣啊！快说，解除影灵契约。哎呀呀，这下可危机了！啊！少掌门有伤在身，还是好好休息吧。你教我的，永远不要对敌人掉以轻心。敌人，少掌门，你说这话真让本座伤心啊！为什么到了现在，你还那么紧张他？你明明只跟他缔结了单向契约吧？少废话，我就是不许你伤害他。小影灵，你果然不堪一击，毁了你一身衣裳，这下可一点防御都没了。乖乖听话求饶吧。龙玉，松手。嬴哲大人，为什么？嬴哲大人，你们休息吧，让我来。知道你家主人为什么给你设距离限定吗？因为他感应不到你，就得把你像狗一样拴起来。影灵与阳明司分享灵魂，灵气共生，一荣皆荣，一损俱损，非一人可以独活。而你和端木溪之间只是单向契约，他死了你活不成，但你的死活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懂了吗？端木溪从没信过你，从没当你是他的影灵。那你呢？照你说的，阳明司与影灵共生共死，那前代阳明司早死了吧？你为何还活在这世上？你才是不被信任的那个吧？本座的事，轮不到你插嘴。人类都是骗子，是他们毁约在先，本座又何必要遵守承诺？记住，见到尹哲不能硬拼，要保全自己，能跑就跑。我要跑了，你怎么办？难道让你一个人去面对危险吗？被你保护，逃跑，失败，又是这样，这跟以前有什么不同？我还是一点没有长进。就把我这里当做你家吧。就没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吗？我想回应你，端木溪，端木溪。端木溪！
人还是都比杨静华呢。他现在的模样，的确是世上最强术士杨子成、杨宁。风的气息变了呀。单臂术师杨子成，当年听到这个名字，整座妖山都要抖一抖。难怪端木系会选择他。哼，别得意忘形！人妖姐姐，断手之情，现在就还你！那人虽不与妖怪作对，却收服了人间最强邪魔。若不是人类寿命短暂，恐怕我等今日还要活在他的阴影之下。这个杨静华，大概就是杨子成的后人。够了，这次算你赢。杨明思给你了。嬴哲大人，连嬴哲大人都要敬让3分，这个杨静华，怎么不来单挑一下吗？单挑？你还不够资格。喏，这是我狐妖一族的灵药，给杨明思服下吧。如今端木家大变，你要是敢把他手丢了，本座绝不放过你。喂，站住！端木溪，这个臭红毛真没骗我，这药丸起效了。你怎么样？对不起，我别出声，安静点，跟我来。你伤口没事啦？你不生我气啦？喂，带上落月剑。快走，去车上先把衣服给换了。二小姐，他们出去了。很好，我们也该准备一下了。端木溪，你真的不生气吗？是我刺伤了你，而且……不用再说了，跟你没关系，是我没保护好你。话说你这什么破衣服啊？说好的绝对防御呢，根本没用好吗？他防的是司徒律那样的魂师，就是只能扛魔法，不能扛普攻了。你不懂。好，我不懂。你这大半夜的偷溜出来，到底是要去哪儿啊？去找我师父。师父？他是世上最了解落月剑的人。师父，外面有客人来了。是希尔吗？您怎么知道？你随我去见他吧。你找你师父是要问这把剑的事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空管这个？希尔，你可有许久未来见师父了？是盲人。师父，徒儿来此是有一事相求。求我？你可记得规矩？师父的教导，徒儿一直铭记于心。等价交换。没错，给我一样你的珍视之物，或者赢你一次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就突然打起来了？你身上有伤，你现在赢不了我，下次再来吧。徒儿可等不了下次。那么，容你再考虑考虑，是不是要和我做个交换？
师父，徒儿一直一无所有，又何来等价交换？这种耍性子的做法，可一点都不像我认识的希儿啊！因为我有必须一战的理由。端木，小心！你还真是够拼的，刚才竟然不躲，以为师傅真不敢废你一条胳膊吗？师傅自然是敢的，但不管怎样，还是我赢了。希儿，端木希！啊！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啊？刚才和你斗得那么凶，伤口能不裂吗？是谁把你害成这样？师傅，给你报仇去！不就是你干的好事吗？秋儿，去帮你的师兄拿点药过来。是。说吧，这次舍身取义，到底是有何事求我？那把剑，圣剑落月，端木家世代相传的祝器，意为祝福之器具，做镇坛之用。怎么了？如果被这把剑封印了灵力，该怎么办？如此说来，原来你是被落月所伤了。灵魂封印，恐怕要消解那个人的魂魄。还有其他办法吗？为师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，如果想再问一个问题的话，就要多赢我一次哟。师傅，你也太黑了吧！或者拿你的珍视之物来换。我说过了，我的东西都是端木家给的，我一无所有。有的哟。站在屋外的那缕幽魂，便是你的珍视之物吧？他还什么都不知道吧？带我去会会他。师傅，师傅！秋儿，照看好你的师兄。是。啊，师傅，等等！放心吧，为师自有分寸。这把剑是你的吧，先生？哇，你看得见我？当然，你是希儿的影灵，若你能赢我，也算他的。你想干嘛？先生小心，我要出招了！喂，等一下！这是你伤我徒儿的一点教训。哼，秦世瑶和死红毛就算了，连你也来教训我！妈蛋，端木希本人都没说话，你们一个个轮流来嘴炮，他娘的烦不烦？要给你宝贝徒弟报仇，来呀！我欠谁都不想欠他端木希的。喂，你还不能下床。希儿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师傅，快躺下。要是你折在这里，我该怎么向端木家交代？他说他担心师傅您的安危。确实，真是位了不得的影灵，恐怕连他本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厉害。喂，端木希，想知道什么尽管放开了问，管他多少次，哥都赢下来给你看。你这个老狐狸，哥哥今天就跟你奉陪到底了。喂喂，用不着这样吧？杨金华，你这身……哦，帅气吧？跟红毛打的时候就这样了。
师傅，既然他赢了，就该告诉我第二个答案了吧？也罢。还剑入鞘，奇风自解。可是，师傅，落月剑的剑鞘，没记错的话，不是应该……师傅言尽于此，剩下的就看你们自己的运气了。